是一个圆脸型蓬蓬脸，比较可爱。然后洋洋的话，它的脸型就稍微长一点，鼻子上有一个黑点，就是比较明显的特征。画面中的2只大熊猫分别是伦伦、洋洋，他们俩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说起。I love giant pandas. I love giant pandas. I love giant pandas. 这对明星熊猫不仅深受游客喜爱，后来还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，成功繁育了美兰、喜兰等健康个体。2024年10月，又是一年秋天，伦伦、洋洋带着双胞胎女儿雅伦、喜伦回到了成都熊猫基地。刚开始我们会根据美国那边选一些他们常吃的苹果、香蕉、甘蔗来进行适应过渡，加好食物，然后关灯，尽量保持安静。过程中，我们除了加食物的时候，就尽量不要去近距离接触它。等它适应过来之后，我们会先拿稍微长一点的杆子递给它吃。它能亲近人过来的话，我们就会进行一个近距离的投喂。在隔离检疫阶段，伦伦、洋洋作为老年大熊猫，照顾它们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？行为观察就要更多，然后会仔细观察它们的采食情况、粪便情况，然后每天精神情况，食物要更精细化。比如苦竹，我们会给它破开，它们采食就比较容易。有时候洋洋会在运动场里面打滚翻腾，然后伦伦的话，它喜欢在一个有3棵树的叉子下面躺仰着睡觉，就比较可爱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伦伦、洋洋接受了这位新奶爸，而他们的隔离检疫也快要结束了。洋洋，他在床上睡觉的时候，呼唤他的时候，他就马上下床，然后就跑过来望着你。2只大熊猫都有。祝愿伦伦、洋洋身体健康，然后开开心心。带着奶爸的祝福，伦伦、洋洋离开了隔离检疫馆，开启了新一阶段的家乡生活。我见伦伦的第一印象，他就是典型的蓬蓬脸，一身很白净、温柔，但是呢，他其实性格里面又透露着四川女人的那种泼辣的性格在里面。虽然已进入老年阶段，但伦伦目前的身体状况和采食情况都很良好，并且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活动场。现在我们一般早上过来就在室内观察他的精神状态呀，然后我们就会外放。外放出去的话，把它里面打扫干净，然后通风换气啊这些个。春夏交替，伦伦可能稍微走动有点多，然后就喜欢散步，然后我们就会把内场的门也给它打开，就是内外场兼顾，让它多活动活动。在隔壁揽月馆，洋洋似乎更喜欢待在外活动场，好几次成了奶爸眼中的收猫困难户。平常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下午1点半到2点半左右把它收回来，打扫卫生，添加食物。但是如果说遇到天气热，在11点或者是更早的时候提前收回，有可能就是它还没有适应，然后会在外面多休息的话，还有就是在外面它觉得比较舒服。相比伦伦温柔中带一些泼辣的性格，洋洋好像属于慢热型。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还是适应的相对比较慢，但是经过后面的饲养和一些磨合，然后慢慢的发现洋洋也是比较温顺的，它采食的时候比较斯文。虽然采食不紧不慢，但面对奶爸做的食物丰容，洋洋还是露出了他的吃货本色。洋洋的话，对竹筒丰容、箩筐丰容，有苹果、窝头放在里面都比较感兴趣。在饲养团队的精心照顾下，伦伦、洋洋已经适应了家乡的生活。祝愿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健康快乐、熊生顺遂。希望他就是身体健健康康的，吃得好、睡得好、玩得好。每天就出去溜达溜达，然后到时间回来，能够闲庭信步，慢下来，然后享受他的老年生活，